徐总，蒋亮总。叫我亮总就好。啊，亮总，很巧啊。我有几个创投项目，正好他们约我在这儿见面。徐总来这儿，是找到什么好项目了？方便的话介绍给我，咱们一起投呗。我是来找投资的。找投资？你？啊，我徐总，别跟我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真的。看来网上传言是真的，你跟沈浩明关系破裂了？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哎，什么类型的？我看看。服装类的短视频，之后呢，想要做到线下的成衣制作。短视频？你怎么会选择这种深水区呢？蒋亮总，啊不对，亮总，有什么看法吗？我主要是从数据的角度不看好。截止到今年 Q2，主平台上短视频账户总数已经达到了15.5亿个。职业网络主播1508万人，10万粉丝账号50万人，100万粉丝账号4万，1000万粉丝已经锐减到了1000。你想在日均更新量近8000万的水池里面翻出浪花来，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很厉害啊，亮总，对数据这么清楚。说说你的衣服吧，衣服不错，民族风和前卫的设计相结合，但缺少特色，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缺少灵魂。我的原则是，宁可冒险，不要无聊。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没有，我觉得你说的很中肯，我也这么觉得。想要投资人投你，无非就3点：做好调研，明确优势，坚决执行。但大多数人把思绪都放在了项目上，其实他们方向是错的。如果不针对项目来讲的话，针对什么呢？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其实每一家投资公司都有自己的投资逻辑和关注重点，有的注重的是你对市场的精确认知，有的注重的是你的项目亮点，有的注重的是你的执行能力。所以在你提交方案的时候，你要针对不同的投资公司的侧重点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精准定位，一击必中。谢谢。不过你也不要灰心啊，项目底子还是不错的，回去好好调整一下，会是个好项目。亮总，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你会投这个项目吗？以现在的成色，我不会投。不过我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摄影师朋友可以介绍给你认识，我出面，免费的。谢谢。那不用客气，小事一桩。那咱们加个微信。哦，好，我扫你。好了。
不久前，为了给工作室拉投资，许岩每天游走各大老板之间，介绍工作室的产品，陪着喝酒应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大家都以知名度不高婉拒了。沈浩明每天下班都会在许岩的必经之地等着他，默默地关注着，看着他辛苦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每次当他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天说的话。家人决定了要离婚，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了。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纠结的时候，乔琳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乔琳一直想给妹妹讨回公道，她看到沈浩明后，说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虽然许岩有做错的地方，但他沈浩明也不是完全无辜。当初两人之间被揭穿后，许岩很是努力的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可沈浩明却不相信他还利用他。但凡他对许岩好一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既然当初那么决绝，那么今天就没必要这么假惺惺的。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表示自己现在是真心想帮许岩的，希望乔琳能帮自己劝一劝。乔琳二话不说就拒绝了。我们妍妍现在一分一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隔天，许岩正常见客户帮严一房拉投资，这一幕正巧被蒋亮看到。之前在酒会上的时候，蒋亮就曾对许岩比较有好感。得知他自己创业拉投资后，更是猜到前段时间传出来的离婚风波很可能是真的。蒋亮很清楚许岩的能力，也很看好他的项目，但现在的严一方知名度太低，他不会轻易投资。可他为了帮许岩出面介绍了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就这样得到了许岩的联系方式。之后两人相处后，蒋亮越来越喜欢许岩的性格，更是给他的严一房进行投资。另一边，沈浩明准备和巴莱金合作，通过多方打探，发现巴莱金是个极其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的、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能谈下合作，沈浩明不得不厚着脸皮联系许岩寻求帮助。两人见面后，沈浩明依旧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表示自己现在可以给许岩一个融资的好机会。许岩一下子就戳穿了他：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许岩很明白，肯定是他遇到很棘手的事情，才会迫不及待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刚刚那副姿态，只能开门见山向许岩说明情况，表示需要许岩配合他再次扮演恩爱夫妻，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来博得好感，达成合作。说着把资料递到许岩的手里。许岩接过资料，了解完情况后，开始跟他谈起利益问题。而当他得知沈浩明要是能达成此次合作，能给沈家带来至少10个亿的时候，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让沈浩明很是惊讶。他知道做服装行业很烧钱，本以为许岩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没想到就只要100万。而为了再次和许岩搭上关系，他提出1000万，不过是入股而不是报酬。没等他说完，许岩直接拒绝了。我没有想让你来做我的甲方，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我只拿我的酬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听完这些的沈浩明心中无比酸涩，但他也只能答应下来。好，就这样说好了，100万当做你的酬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巴莱金先生很看重夫妻感情，我们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恩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许我耀眼的高能情节终于来了！即将离婚的沈浩明和许岩达成合作，在客户面前假扮恩爱夫妻。原来沈浩明为了跟一对俄罗斯客户合作，特意找许岩帮自己。许岩提出了100万的报酬，两人各取所需。隔天夫妻俩就开始了变装秀，穿着一身芭比牛仔风的衣服来到酒店，只为引起巴莱金夫妇的注意。虽然两人表现得很是卖力，但还是错失了机会。 Seems so in love. 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 Yeah. 听完这些，沈浩明决定实施 B 计划，将自己打扮成暮光之城的样子，拼命在巴莱金夫妇面前刷存在感。 These guys are like Edward and Bella. Yes, that's my favorite love story. Yeah. You remember we used to watch the Yes, once that way. 可这一次还没有跟人家搭上话，幸运的是知道了巴莱金居住的房间，于是两人再次换装，来到酒店定下了巴莱金隔壁的房间。随后两人执行 C 计划，沈浩明给前台打去电话，定制了一个最贵的浪漫套餐，但故意把房间号说成隔壁的。在猫眼里看到服务员将蛋糕送到隔壁房间后，许岩和沈浩明就出来敲响了房门，说自己订的蛋糕不小心送错了房间。看到女人已经开始吃了，许岩立马露出一副很是失落的表情，接着走到她跟前拍马屁。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是要配这么美丽的夫人。许岩的这番话成功获得了女人的好感，邀请他们一起共同享用。许岩拒绝了，表示这么浪漫的蛋糕只属于美好的2人世界。我带你去酒店的草坪吧，听说很有名，还有节目表演呢。你们也去草坪吧，咱们到时候一起喝一杯。好啊，晚上见。
就这样，2人成功跟巴莱金夫妻搭上了关系。回到房间后，许妍开始收拾行李，她本能的开始帮沈浩辰收拾行李。当他拿起衣服准备挂起来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自己干的。于是他把衣服重新放到行李箱，让沈浩明自己收拾自己的行李，这让沈浩明心里有些失落。晚上来到草坪，4人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同时，翟总的助理也注意到了这一幕。草坪上举办了有趣的情侣游戏，巴莱金夫妇很是踊跃地参加了。沈浩明在为2人喝彩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男人盯着许妍，顿时醋意上头，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许妍身上。许妍则直接将衣服扔开。沈浩明见状，让他注意下，别忘了他们还有合作。我不是你的下属，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听完这些的沈浩明有些意外，现在的许妍很有自我，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他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问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因为你利用我。难道你没有？但我是真的爱你。我说以前我也帮了你啊。在沈浩明眼里，他得到自己想要的，许妍何尝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觉得他们2人之间没必要走到现在这一步。什么意思？想挽回？我有挽回过啊，有用吗？所以你挽了。沈浩明心中想着挽回，可嘴上却总是说这2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否定许妍的能力，觉得他在外面创业，所有的钱都打水漂了，只有他才能救许妍，所以许妍只有回到他身边才能成功。听完这些的许妍直接怼了回去：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你觉得没有人要投我吗？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啊？你排队好了。此刻的沈浩明迫切地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投资。就在许妍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巴莱金夫妻叫住。女人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奖品，并建议许妍上去玩游戏。要玩吗，老公？来啊！然而2人玩游戏的时候，泼起水来一个比一个狠，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我们对了啊，刚刚。不好意思，顺手了。接下来玩你画我猜的时候，2人丝毫不配合对方，很没有默契。直到许妍碰到创可贴这个题目的时候愣住了，她想起了那次在医院沈浩明给自己贴的卡通创可贴，那是自己最心动的时候。于是她对着沈浩明指了指手腕，沈浩明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创可贴，恭喜，回答正确，太不可思议了。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本来是打算去打掉的，但医生说，如果我这次打掉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再生了。我们都分手一段时间了，怎么可能？那个时间我只跟你有过。沈浩明终于敞开心扉，跟许妍讲述了他和方瑜的故事。原来许妍和沈浩明跟巴莱金夫妇告别后回到房间，许妍很是疑惑，他为什么不通过金达集团和巴莱金正式接洽，反而要费这么大功夫？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沈浩明听见后笑了笑，他如实的说出了自己在公司里的现状。其实他并不受沈父的信任，董事会的人面上看似很尊重自己，私下却十分不服气，所以他现在还不是董事会的人，根本不能用集团的名义来接洽巴莱金，因为国外板块一直都是金达的弱项，只要自己和巴莱金达成合作，就能成功进入董事会。虽然许妍能明白他进董事会的心，但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沈父会不信任沈浩明。沈浩明见状表示，当初自己未婚生子，坚持把浩辰带回家抚养，跟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并没有把许妍的原因说出来。而当沈浩明说完这些后，许妍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说关于浩辰妈妈的事情，不想说也没有关系。沈浩明看了看许妍，说出了他和方瑜之间的事情。当初得知方瑜怀孕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2个月了。记得那是个下雨天，他突然找上门说自己怀孕了，并表示如果打掉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能生了，所以他选择生下来。而且这次过来并不是想让沈浩明负责，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此时的沈浩明还小，整个人都是懵的，但他还是负起了自己该尽的责任，陪着方瑜生下了这个孩子。没过多久，方瑜因为潜水遇到洋流不幸去世，方磊便带着亲子鉴定将孩子交给了自己。之后他把浩辰带回了家，导致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而为了不影响沈家的声誉，沈父更是对外宣布浩辰是他们的第2子。许妍听完后，让沈浩明试着理解一下沈父，因为他认为沈父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沈浩明好。其实不管他们长得多大，在父母眼里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而且这么大一个公司，背后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他，一丁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因此父亲对他的严格或许是一种保护。许妍的开导让沈浩明重新开始审视起了父亲，而直到今天他才发现许妍的宝贵，但自己却弄丢了他。谢谢你，我确实有被安慰到。那就早点睡。2人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沈浩明真的很想搞清楚谁给许妍投钱了。他不停地举例着自己周边的人，许妍就是晾着他不说。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有没有权利知道？不要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注意你自己的位置。晚安。就在2人聊天的时候，殊不知背后却有人盯着他们。翟总为扳倒沈家上位，特意派商业间谍来打探许妍和沈浩明有没有离婚，想让他拍下2人闹离婚的证据。怎料这个人却是个傻的，他拿着相机爬到树上，没想到却被树下的农药毒到掉了下去。不死心的他
趁许岩和沈浩明出去，想要趁着客房服务混进去，没想到却一头撞到了门上。好不容易费了9牛2虎之力进去拍了照片，没想到准备离开的时候，许岩和沈浩明回来了。没办法的他只好躲在衣柜里。明天早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要提醒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那就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不要太着急的去谈生意上的事情。好的，谢谢你。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不久前，两人还在因为与巴莱金合作的事情扮演恩爱夫妻。在逛街的时候，沈浩明还借着合作给许岩描了眉毛。起初，许岩看着旁边有人，为了完成任务只能答应，但看到对方认真的样子，不心动是假的，毕竟那是自己真真切切爱过的人。之后，两人回到房间，准备聊一聊后续的计划。突然，衣柜里传来动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两人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慌乱或声张，而是默契地选择了静观其变。沈浩明心思缜密，他故意向许岩提及自己已与巴莱金达成重要合作的消息，以此作为掩护。随后看似不经意地打开了衣柜门。当那名男子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随即以取毯子为由，巧妙地利用衣柜门夹住了男子的脚。这一举动既是对男子的警告，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其反应。事后，沈浩明向许岩解释，衣柜中的男子受伤不轻，极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针对巴莱金夫妇的间谍。他之所以没有直接揭穿，是担心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黑手逃脱。为了不让男子察觉到他们的怀疑，两人继续保持着日常的对话，言谈间未露半点破绽。不久之后，沈浩明与许岩一同前往拜访巴莱金夫妇。出乎意料的是，那名男子竟也出现在了会面现场。男子一见到沈浩明，便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洋溢的面孔，主动与众人攀谈起来。他故意提起许岩与沈浩明最近传出的离婚风波，以及许岩辞职投身直播带货行业的决定。对于这些敏感话题，许岩早有准备，他从容不迫地解释道，自己辞职是为了创业，直播带货只是初步尝试，失败后他便转而创立了研一方。男子见话题未达预期效果，便又拿出了自己偷偷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许岩与沈浩明分床而睡，似乎印证了离婚的传言。面对这一证据，沈浩明不慌不忙地解释，昨晚他们玩了一个泼水游戏，由于配合不够默契，两人互相泼水，结果闹了点小别扭，这才导致了分床而睡的情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沈浩明的房间，众人一进门便被眼前浪漫而温馨的布置所吸引。房间内不仅装饰的别具一格，还摆放着一些趣味横生的玩具，显然是沈浩明精心准备的。他们好有情趣啊！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男子见状，心中暗叫不妙，但仍不死心，又拿出了二人在家中争吵的画面作为证据。然而沈浩明与许岩却镇定自若地解释，那只是许岩在做瑜伽，而他在一旁打电话，根本不存在争吵的情况。男子见无法再找到破绽，只好尴尬地提出晚上请众人吃饭以表歉意。晚餐时分，男子再次发难，他指出许岩未戴婚戒，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巴莱金夫妇的好奇。就在许岩一时语塞之际，沈浩明深情地望向他，坦言两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小矛盾，他做过许多让许岩伤心的事，但回想起许岩在他工作繁忙时给予的支持，照顾他的父母，帮助他的弟弟，甚至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时出谋划策，他深刻意识到许岩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虽然此刻他们是在演戏，但这些话却是沈浩明的真心话。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了许岩的婚戒，单膝跪地请求许岩的原谅。那下次不能这样。肯定不会。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岩眼中闪烁着泪光，他接过婚戒，并在众人的见证下深情拥吻。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外界关于他们离婚的传言，也让巴莱金夫妇对这对夫妻有了更深的认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考验，沈浩明终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在巴莱金离开之际，他宣布沈浩明的公司正式进入了候选名单，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获得巴莱金集团的重要合作项目。沈浩明也有机会能够进入董事会了。随着一切尘埃落定，许岩向沈浩明表达了自己准备回去的打算。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这个习惯可以改掉。啊，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大刘子3件套，怎么了？你是潮汕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千锋？
即将离婚的许岩和沈浩明再也不装了，开始吐槽起对对方的不满。原来沈浩明在送许岩回去的路上，许岩还是忍不住把蒋亮是投资他的人说了出来。沈浩明听完后觉得蒋亮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全都是靠他姐姐懂什么投资。许岩看到他这副看不起人的样子，顿时怒火上头，但他还是很耐心的解释，承认自己昨晚说有投资人是骗人的，可人家蒋亮也是看了他们最新一期的视频，才开始确定了投资的。真的是好演技，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骗着我呢啊！听完这话的许岩破罐子破摔，直接将以前欺骗沈浩明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第一次去金达采访的时候，发烧是真的，但晕倒是装的。沈浩明听完后更是不甘示弱的表示，在医院给许岩贴的创可贴是陈秘书买的，只是看到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就没有吭声。这番话彻底伤到了许岩的心，毕竟那是他第一次对沈浩明动心。怎料沈浩明乘胜追击，指责许岩给他挑的每一件衣服，没有一件是他满意的，颜色、品质、品味都很差。许岩听完后彻底破防，他气急败坏下让沈浩明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长得老成，眼光又跟不上时代，整天不是梳个大油头，就是穿得像个卖保险的，永远都是西装半永久3件套。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前锋？沈浩明听完后气炸了，他摘下眼镜开始火力全开，吐槽许岩做的饭很难吃，自己一直都是硬吃下去的。许岩不甘示弱地说他送的珠宝腕表又土又俗，没有一件是自己喜欢的。没想到沈浩明却说这些东西都是陈秘书买，自己一点都没有参与。无所谓，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男人送的礼物都差不多，我习惯了。跟我谈之前，你到底几个？我跟你说过几个？你跟我说只有我一个？对，就你一个，还差个零。听完这话的沈浩明彻底破防，他猛踩刹车，紧紧盯着许岩。许岩并没有理会他，下车后提醒他别忘记了8号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沈浩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都说了些什么？明明自己想要挽回许岩，怎么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两个曾经端着生活的人，终于有了活人的气息。回到家后，沈浩明就收到了浩辰的灵魂拷问，让他尽快把嫂子追回来。怎料沈浩明还是嘴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喜欢许岩。我送你一个成语，口是心非。嫂子肯定还在生你气，你有没有给人家好好赔礼道歉啊？接着浩辰开始阐述自己的观念，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也要把喜欢的女生给追回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明怎么会不明白？可他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见到许岩总会说一些违心的话。他独自坐在楼梯上纠结了许久，给许岩发去消息，想要借8来金的名义再次约见许岩，可许岩的回复简短又无情。怎么追回来？难道还要跟他吵架？我真是一头猪！马上就要到2人离婚冷静期结束的日期，沈浩明为了不离婚都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只要听见8这个字，心里就忍不住打颤。于是为了拖延离婚，故意借口自己在国外出差，甚至来到景点拍下几张在国外的照片，让秘书修图就能蒙混过关。然而他却低估了一个全能型人才的侦查能力。许岩看到照片后，直接来到了沈浩明家堵他。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你不是在俄罗斯吗？为了不和许岩办理离婚，沈浩明可真是用尽了手段。他先是谎称自己去国外出差被许岩戳穿，接着又是装病，来到医院将全身都检查了一遍，来拖延去民政局的时间。我建议要先从头开始查，先从耳鼻喉眼科开始。行。随后许岩陪着沈浩明在各个检查室里来回穿梭，而沈浩明为了拖延时间，更是磨磨蹭蹭，一直到最后的检查项目，沈浩明在厕所整整待了半个小时，还是许岩实在忍不住上去将他叫了出来。现在4点55了，5点半就下班了，来不及了。来感觉了，来感觉了，憋着，流完棍再尿。等2人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已经关闭，办不了。要想离婚，也只能再次提交申请，等到下个月的8号再来。沈浩明听完心中很是窃喜，而许岩则恨不得将他暴打一顿。隔天，蒋亮以投资人的身份约许岩出来，2人来到一家电影陈列馆，馆内陈列着大量的拍摄道具。蒋亮表示这个是一家私人博物馆，是他朋友开的，而他是这里的超级贵宾，每当他想安静丝毫的时候都会来这里，没有人会打扰他。接着又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为的是激起许岩的同情心，让他注意到自己。可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另一个女孩揭穿，为了不让许岩误会，他只好找个借口把女孩支走。另一边，沈浩明独自喝酒解闷，方磊得知后找了过来，并告诉他，现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岩正跟蒋亮打得火热。他着急找下家呀。许岩是我爱人，管住你的嘴。你还护着他，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你还护着他。沈浩明，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他有没有给你戴过绿帽子，还是说绿帽子你早就戴习惯了？方磊本想着刺激一下沈浩明，没想到人家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恼羞成怒下直接拿起酒杯泼了过去。你打我呀！你怎么不打我呢？你打我呀！
就在这时，韩律师找了过来，将方磊给扛走了。沈浩明很是烦闷，喝醉酒的他来到许岩家楼下，却看到蒋亮对许岩表白。吃醋的他立即走上前宣誓主权，接着追着许岩来到了电梯，准备跟着上去，没想到却被许岩拦在外面。我听到你拒绝了蒋亮，你还跟他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就是离婚。说完，许岩就要关上电梯，可沈浩明却笑眯眯地打开了。此刻的许岩很是无奈，他很是平静地表示，两人之间婚姻本来就开始的不体面，只是各取所需。现在他只想好聚好散，而且自己会尽力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希望能顺顺利利拿到离婚证。听完这话的沈浩明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许岩是如此的决绝，可还是不死心按着电梯不放。把手拿开。不要这样公共资源。回到家后，许岩回忆起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靠喝酒来缓解情绪。另一边的方磊也在借酒消愁。突然，韩卫平出现在他面前。韩卫平看着方磊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便夺过他的酒杯，语重心长地开始劝解他，要学会3分爱别人7分爱自己，在感情里要做一个清醒独立的女人，为自己而活。可此时的方磊早已陷入了对沈浩明的执念中无法自拔，认定自己只爱沈浩明一个人。就在这时，韩卫平突然靠近他并吻了上去，两人就这样半推半就发生了关系。事后两人坐在窗边，韩卫平看着方磊，心疼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追着沈浩明，可人家却娶了别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你。隔天，韩卫平来到公司，以见沈浩明为借口，从陈秘书手中顺利拿到了公司战略合作计划。随后来到楼梯间，迅速拍下了照片。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久前，沈浩辰为了哥哥嫂子的复合，真是煞费苦心。他以下半年参加马术比赛为由，让教练联系嫂子过来商量，自己则赶忙向哥哥报信，让他赶紧过来。就这样成功将两人聚到了一起。而为了给两人创造独处的空间，更是借口拿果汁火速开溜。可屋内尴尬的气氛让许岩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他谎称自己还有工作，转身离开。沈浩明不知道该以什么借口留下他，只能任由许岩离开。等浩辰端着果汁回来，没有看到嫂子，立刻指责哥哥浪费了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就连我的小朋友都知道，做的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她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沈浩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面对许岩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晚上回到家，于兰也开始助攻。这几天丈夫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她知道这是许岩的功劳，便劝说儿子赶紧把许岩给追回来。其实于兰直到今天还在自责，要不是当初她介意许岩的身份，许岩也不会撒谎家世背景。而且他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样的没见过。但许岩看儿子的眼神，一眼就知道他是真心喜欢儿子的。许岩对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的，所以他很自责。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妍妍的态度很苛刻，想方设法的逼她离开你。妈妈现在也很后悔，如果不是当时那些行为，我想妍妍也不会用门当户对这个谎言来证明自己。听完母亲说完这些，沈浩明也开始反思自己，表示自己也没有脸责怪许岩骗他，毕竟当初他也隐瞒了浩辰的身世。于兰也看出儿子动心了，便劝说他一定要把许岩追回来。看到许岩，就想起了年轻的自己，上的厅堂下的工厂，那股子拼劲是自己最欣赏的。而他也认定许岩就是沈家的儿媳，是沈家未来的女主人。另一边，乔林的前男友为了追回乔林，他来到荆州应聘了陪练的工作，想着练一练好接住乔林的打。这天他来到医院，无意间看到于一鸣正在和一个女医生走得很近，于是他把这一幕录了下来，发给乔林，让他过来抓奸。太过分了！刚才他拉他的手，现在是他拍他的肩膀，俩人在一起都26分钟，当着我的面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现在在干嘛？乔林实在听不下去离开了。而于一鸣之所以跟这个女医生靠得这么紧，是因为有病人去世了，同事实在迈不过去这个坎，他过来安慰一下，两人并没有什么越剧。晚上乔林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于一鸣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隔天一大早，他找到于一鸣，想要搞清楚这件事。于一鸣得知后赶忙解释，可乔林却觉得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还是互相彼此冷静1星期再考虑要不要在一起。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听着陈秘书汇报许岩的创业进度。妍姐之所以那么努力，就是想证明她的实力和优秀给你看。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爱情吗？像妍姐那样的独立女性，她肯定希望闯出一番事业，再回到你身边。陈秘书的这番话将沈浩明忽悠得一阵暗爽，他开始向陈秘书取经，怎么挽回许岩。陈秘书指导他去找许岩身边的朋友帮忙，最好是男性，因为这个时候男性往往更同情男性。于是沈浩明找到了于一鸣，两人可谓是难兄难弟，一个在分手冷静期，一个在离婚冷静期，可真是有了共同话题，最终达成一致战线，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乔林不理我，
你可以帮我找他，许言不理你，我可以帮你说上话，这不就叫人多力量大？咱们2个人肯定比1个人强。说得对，姐夫，妹夫，姐夫，妹夫。许言怎么也没有想到沈浩明会和于一鸣联手攻略他们2姐妹。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么2个臭皮匠想出来的办法自然也听不了什么用。原来沈浩明为了挽回许言，听从陈秘书的话寻求于一鸣帮忙，而于一鸣正巧也因为乔林的事很是头疼，2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凑到了一起，互相帮助彼此度过难关。沈浩明甚至将希望寄托了到了恋爱指南上，看着书上的心灵鸡汤津津有味，一旁的于一鸣更是拿出电脑随时标记书中的重点部分，甚至做了一个 PPT， 真是一个感念一个真感激。现在道理是有了，但具体怎么实施却是个难题。就在2人纠结的时候，许言发来语音消息：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号称学校的事。就在沈浩明准备回过去的时候，于一鸣立刻制止了他，表示不要明天，就今天直接去家里。沈浩明二话不说，直接来到许言家。许言看到他来很是惊讶，2人约的不是明天吗？沈浩明赶忙表示自己正在附近谈合作，谈完有空就过来了。许言很是无奈，但也只能让他进来。刚进来，沈浩明就发现许言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以为有男人趁虚而入。这时许言将浩辰老师发过来的信息转发给沈浩明，这让沈浩明找到了理由。信号不好，这里有 WiFi 吗？我这个路由器坏掉了，要不然你回去下载。没事，我帮你修一下。路由器坏了，正好给了沈浩明机会。他借着修网的名义满屋乱钻，将鞋柜全部都翻了一遍。修完后又借口是网来到许言的房间，打开衣柜，看到衣柜里全是女人的衣服，松了一口气。就在他趴在地上检查床底的时候，许言进来了。找什么呢？床下、床上的信号都很好，看洗手间。这番操作让许言有些疑惑，可沈浩明为了搞清楚许言请客的人是男是女，便又借着换窗帘磨磨蹭蹭直到晚上，但许言丝毫没有留他吃饭的意思。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终于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客人来了。沈浩明一脸严肃地打开房门，门外的人看见是他后全都傻眼了。可沈浩明很是厚脸皮的，将自己当成了男主人，将大家请了进来。在此之间，许言欲言又止，每当他想跟沈浩明说话的时候，都被他给巧妙躲过。乔林询问妹妹到底怎么回事，许言只好把今天沈浩明来了后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买这么早啊？行，成全他。别管了，看我的。刚坐下，乔林就阴阳怪气地说：“死前任总是阴魂不散给自己发消息，烦死了！话里话外都在阴阳沈浩明。”而沈浩明虽然听明白了，但为了留下来一直装傻充愣，因为他想起了于一鸣说的话，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既然决定追回许言，那就要厚脸皮一点。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你们用4个字来形容一下前任，怎么样？那我先来啊。油盐不进，有眼无珠，心眼死多。听着许言的小姐妹们说的话，沈浩明只是笑笑也不说话。在厨房忙活的许言却十分解气，而为了攻略闺蜜们，沈浩明更是下血本，直接用上金钱大法。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我给大家免单。能免多少？全部。这话一出，瑶瑶的眼睛都亮了。沈浩明接着诱惑，表示自己会让秘书跟着他们，只要看上了当场消费，当场买单。这番操作很快就攻略了对面的2个小姐妹，2人都开始夸起了沈浩明。许言实在听不下去，弄出动静试图唤醒2人，最后许言还是下了逐客令，将沈浩明赶走了。隔天，沈浩明再次找到于一鸣，于一鸣又给他出了个馊主意。沈浩明的执行能力很强，隔天便让陈秘书拿着他每天站在许言楼下，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发呆，以及在工地里看着许言照片夜不能寐的照片，让许言看。本以为这些能换来许言的心疼，可万万没想到许言接下来说的话让秘书无地自容。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近？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是坐在床上的吧？是啊。那你也在床上啊？你俩都在床上？别人接电话，有信号。别人接电话。谁啊？哎呦，没人叫你，我俩过去。没人叫我，没谁？哎，好，这不是我家，是有点头。不是你去哪儿了？万万没有想到沈浩明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不久前，沈浩明为了挽回许言，使用了各种办法，可他和于一鸣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让许言心动。这天他在看朋友圈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许言发的在电影陈列馆打卡照片，下面有蒋亮的点赞，于是他点开了蒋亮的朋友圈，看到了那张跟许言同样地址的照片，还有暧昧的话语，瞬间上头。隔天便找人将电影馆里的东西全部都买了下来，不给蒋亮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这个操作可把蒋亮给气炸了。
就在这时，沈浩明打来电话，将蒋亮约到了咖啡厅。情敌见面分外眼红，蒋亮因为电影馆的事很是生气，上来就给了沈浩明一个下马威。他表示自己是许岩的合作伙伴，沈浩明就是有钱也接近不了许岩，不像自己作为投资人可以天天陪在许岩身边，许岩的每一步发展他都在场。然而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气急败坏，直接发下狠话，表示只要自己和许岩没有离婚，那他蒋亮就是第三者。我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沈浩明警告完蒋亮后就回到了公司，却突然收到巴莱金先生的文件。巴莱金表示在正式签约前还要再对沈浩明进行3个月的考察，在此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您跟妍姐离婚这事儿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没办法的沈浩明只能找乔林帮忙，可乔林一直都站在妹妹这边，声称许岩的态度就是他的意思，他不会帮沈浩明。沈浩明见状很是真诚地表示，自己已经试过了各种办法挽回许岩，上个月为了不离婚还想尽办法拖延，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东躲西藏，也是第一次这么害怕失去一个人。他真的不想跟许岩离婚，可即使如此，乔林也做不了妹妹的主，还是没有帮沈浩明。而看到乔林不愿帮忙，沈浩明只能先完成于一鸣的嘱托。他告诉乔林，最近于一鸣的状态很不好，天天菜饭不思，一心想着怎么才能让他消消气。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同病相怜嘛。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你也是真没辙了呀。最终乔林还是心软了，透露许岩明天会在公司假扮，但蒋亮也会在。沈浩明听完后整个人都不好，隔天买好甜品来到了公司，之后便赖着不走，盯着两人不让他俩有任何的亲密接触，甚至在蒋亮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上前直接反驳了他的观念。在经营公司上，沈浩明比蒋亮强的不止一点。蒋亮在商界一直都是个花花公子，靠着他姐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他的有些观念还是不如沈浩明。此刻的许岩也没有闹脾气，而是专心听着沈浩明传授的经商之道。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轻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我知道，知道就好。看到许岩认真听取了自己的建议，沈浩明很是得意地坐在沙发上，还给了蒋亮投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许岩走后，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晚上，于一鸣再次找到乔林，这次的他准备很是充分，买了许多彩妆送给乔林，还做了攻略，一一跟乔林介绍化妆品的用处和适合他的口红。乔林听着他的介绍很是惊讶，没想到于一鸣会去了解这些。因为你喜欢，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这番话彻底感动了乔林，两人终于化解了之前的矛盾，在一起了。日子看似平静，背地里却暗流涌动。沈家的对手翟总为了不让巴莱金和沈浩明合作，派商业间谍调查沈浩明和许岩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3番5次的失败后，将所有的希望放到了沈浩明的律师韩卫东身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雷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3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如果这2条路都行不通，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而许岩的研衣房在蒋亮的投资下越来越步入正轨，设计出了许多好看的款式。许岩忍不住将这些喜悦全部都分享给了姥姥，甚至还给姥姥做了几身衣服。姥姥，您仔细看啊，我们这衣服上面全都是纯手工的，您肯定懂，一针一线，这都是非遗文化。许岩与乔林一同出现在姥姥面前，通过视频通话，将研一方精心制作的新款服饰逐一展示给屏幕那端的老人。许岩还特别提到自己亲手为姥姥设计缝制了一套专属服饰，这份心意让视频那头的姥姥笑得合不拢嘴，直称自己是研一方最忠实的满级铁粉。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姥姥带着满足的笑容结束了通话。然而挂断电话后的许岩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他深知姥姥总是以笑容掩饰着对他的思念与牵挂，即便心中渴望相聚，也总是担心自己的到来会打扰到孩子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份深沉的爱让许岩更加坚定了要在荆州站稳脚跟，为姥姥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晚年生活环境的决心。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设置考验。正当许岩与团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一批成衣的入库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送货车在前往仓库的途中突发故障，停在了半路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滞留金罚款和紧迫的时间限制，许岩迅速联系了冠冠，说明了当前的困境。冠冠虽即刻着手安排救援车辆，但修好故障货车至少还需3-4个小时，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时，沈浩明意外地出现在了公司。沈总，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妍姐出事了。哦，她的车坏在半路上了。
他仿佛是命运派来的救星，迅速驾驶着一辆备用货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没有过多的言语，沈浩明首先让疲惫不堪的许岩上车休息，自己则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搬运工作中，将一箱箱成衣从故障车上转移至新车上。许岩坐在车内，透过车窗望着沈浩明忙碌的身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他开始意识到，或许沈浩明对他的感情并未如他所想的那般淡去，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尝试着挽回这段曾经的感情。看着沈浩明因劳累而微微喘息的样子，许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关怀，拿起水和纸巾走向他。沈浩明接过水一饮而尽，那瞬间的满足与疲惫交织在他的脸上，让许岩的心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他询问许岩为何要亲自参与送货这样繁重的工作，言语间透露出对许岩安危的担忧。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沈浩明解释到，自己是因为公司团建活动，本想联系陈琳了解情况，却迟迟得不到回应，这才决定亲自前来查看。他强调希望许岩不要因为他的帮助而感到有压力，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告诉沈浩明，自己并不介意他的帮助，但更希望的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沈浩明听着许岩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承认自己过去确实过于自负，没有充分认识到许岩的独立与坚强，也没有珍惜他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此刻的他只希望许岩能够不再那么辛苦，能够活得更加轻松自在。但许岩却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说，追求梦想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那份满足感与幸福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谈话间，许岩也提到了沈浩明与蒋亮之间的矛盾。他虽然明白两人之间的恩怨，但作为研一方的股东之一，蒋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极具价值，对公司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希望沈浩明能够放下成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蒋亮，共同为公司的发展努力。随着最后一箱成衣被安全地搬上货车，两人一同坐进了驾驶室，踏上了前往仓库的旅程。长时间的劳累让沈浩明不禁靠在了许岩的肩上，车厢内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许岩静静地坐着，感受着肩上传来的重量，心中五味杂陈。这一刻，他也终于意识到了沈浩明和他之间的感情似乎没有结束。很快，在众人的努力下，研一方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空。研一方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研一方凭借卓越的质量与独具匠心的设计，迅速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用户反馈退货率极低，好评如潮。这不仅是对产品本身的认可，更是对研一方品牌信誉的肯定。许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信号，决定乘胜追击，启动第二批预售计划。他有着更为宏大的蓝图，若第二次预售能取得预期成功，那么第三批预售便可尝试在线上铺开，同时增设生产线，提升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此外，他还计划深化线上营销策略，为第二批衣服的推广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各位，现在我们全力的备战第二批成衣销售，各部门注意工作衔接，保持节奏。然而山海浮沉，成功背后往往隐藏着未知的挑战。次日，当许岩踏入公司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第二批成衣尚未正式发售，市场上却已出现了同款仿制品。这些仿制品虽外观相似，但面料与做工却大相径庭，价格更是低廉的令人啧舌。我们的这款卖3999，他们这个才卖399，而且上线一天卖了几百件，我们总共才上线100件。更糟糕的是，对方不仅利用低价策略疯狂抢占市场份额，还雇佣网络粉丝及博主对研一方进行恶意抹黑，企图通过宣传击垮这个新兴品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许岩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可能的原因。他推测，要么是工厂内部泄露了设计图纸，要么是有人故意购买黑稿进行打压。然而现实比预想的更为残酷，店铺订单骤减，退单率飙升，而工厂方面不仅否认泄露图纸，还提出了预先支付30%定金的要求，这无疑让研一方的处境雪上加霜。此时的许岩才明白，这次研一方真的遭到危机了。与此同时，蒋亮从姐姐那里得知了研一方的困境，姐姐建议立即终止与研一方的合作，认为在这次危机中，研一方很难全身而退，即便日后澄清，也难以恢复往日辉煌。但蒋亮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约许岩共进午餐，试图用自己方式给予他支持与鼓励。餐桌上，蒋亮耐心分析当前形势，表示愿意动用个人资源帮助研一方渡过难关，即便公司暂停资助，他也愿意自掏腰包。然而许岩却婉拒了蒋亮的好意，
他深知蒋亮若在公司决策上与主流意见相悖，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与非议。他更倾向于采纳沈浩明的建议，避免与资本过度绑定，保持品牌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蒋亮见状，只得承诺公司只是暂时暂停投资，待危机解除后，投资将会恢复，他本人也将继续担任投资人角色。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坏事，起码让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人，有一个这样有情有义的朋友。回到公司后的许岩看到团队成员们士气低落，他深知此刻需要的是团结与信心，于是他组织了一场紧急会议，共同面对挑战。会上他做出了决定，首先对所有正规渠道购买的衣服实行全额退货退款，其次暂停与涉及抹黑行为的博主合作。随后他决定不再删除任何负面言论，而是选择正面回应，直面危机。同时许岩还宣布了第3批衣服的制作计划，强调此次必须严格保密设计细节，一旦设计完成，立即投入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回应市场需求。然而危机似乎并未就此止步，正当严一方全力应对网络言论时，物料供应商也找上门来，要求提前结清尾款，以防严一方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履行合同。供应商态度坚决，表示这是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乔林试图以合同约定为由进行拖延。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你，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刚才开会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严一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您不用担心。许愿小姐，好久不见。让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曾处心积虑想要揭穿许岩和沈浩明关系的男人，竟又一次阴魂不散地找上了许岩。他一来便直入主题，谈起许岩目前深陷的种种困境，那副模样仿佛对许岩的处境了如指掌。此时许岩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蒋亮曾说过的话：很少有初创品牌能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推到风口浪尖，这背后大概率是有人在暗中操控。你这是在善意地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可面对许岩隐晦的试探，男人却满脸无辜，坚决不承认有任何幕后操作，还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是严一方的粉丝。然而话锋一转，他还是暴露了真实目的，直言自己关心的始终是金达公司和思拓公司谁能与巴莱金的公司达成合作。接着他又就是重提，强调之前在度假村的提议依旧有效，只要许岩愿意在公众面前宣称自己和沈浩明的关系破裂，他就能立刻帮许岩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2000万资金瞬间到账，许岩听后内心没有丝毫动摇，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男人史蒂夫的交易。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小坎，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能力跨过去。随后他礼貌而坚定地示意史蒂夫离开。这突如其来的交易让许岩倍感压力，然而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或求助的对象。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工作压力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其实眼下这种情况，他可以把工作压力吐露到有温度的社交平台，像 SO 就很温暖，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他的经历，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瞬间广场上有很多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他们的陪伴，许岩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 SO。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许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一方刚遭遇外部危机，内部又出了大问题，财务总监突然提出离职，而且态度强硬，声称明天就要走人。许岩顿时慌了神，要知道公司所有的账款往来、供应商对接，可都是这位总监负责的，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无奈之下，许岩只能搬出合同条款，强调财务属于特殊岗位，必须提前1个月通知离职，以便做好工作交接。可财务总监却不为所动，两人因此在公司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就在这时，林涛意外出现了。他深知财务岗位的重要性，一进来就严肃地指出，必须确保后续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移交的材料也必须真实可靠。严总，希望你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交接，否则啊，过时不候。巧了，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原来林涛原本打算回老家，但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想要当面向许岩道歉，于是便来到了这里。林涛不愧是从银行出来的专业人士，一接手财务工作就迅速进入了状态，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各项事务，一直忙碌到深夜。乔林看到林涛如此辛苦，特意送来泡面。林涛趁机向乔林透露了公司目前的严峻形势，账目上这个月资金只出不进，按照这个速度只能维持1个月了。第二天，许岩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上次来的财
材料供应商，这次竟然带着物流和生产商一同前来。三人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提出，第3批订单的定金必须提高1成。尽管此时公司账户上资金紧张，但为了维持合作关系，许岩不得不勉强同意。可这三人得寸进尺，紧接着又要求许岩结清第2批的尾款。面对三人的步步紧逼、咄咄逼人，许岩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没问题，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我知道现在外面传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严一方伤害很大，但那都是故意的抹黑造谣，风波总是会过去的。许岩再次向3位合作伙伴重申了严一方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他语气坚定表明，若款项立刻结清，双方的合作将即刻终止，并给予对方1分钟的考虑时间。正当气氛紧绷至极点，沈浩明意外地引领着巴莱金的夫人步入会场。原来夫人这次是作为莫斯科代表参与中俄文化交流访问团而来，他对严一方早有耳闻，于是这次特意前来参观。得知许岩正与合作伙伴进行关键谈判，巴莱金夫人表达了她的愿景，希望严一方能迈向国际舞台，并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助力。他透露自己即将出席一场规格极高的国际晚宴，希望能穿着严一方的服饰亮相。许岩见状礼貌地邀请夫人暂离谈判现场，由他亲自陪同挑选服装，而沈浩明则接手了与3位合作商的对话。面对沈浩明，3位合作商的气焰明显收敛，他们注意到新到的俄罗斯地产界重量级人物的夫人，意识到严一方背后有着不容小觑的支持力量。意识到形势逆转，3人不得不放下之前的强硬态度，选择妥协。我今天呀，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多道歉。谢谢。另一边，许岩细心地为巴莱金夫人挑选着礼服，每一件都力求完美匹配夫人的气质与晚宴的庄重。夫人对许岩的品味赞不绝口，同时关切地询问起严一方当前面临的挑战。许岩虽不愿多谈困境，夫人却已从旁侧了解到一些情况，她鼓励许岩坚持下去。回忆起在度假村时许岩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坚信这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风浪，无法动摇许岩的决心。我会尽我所能渡过难关的。我也会穿着你的衣服走遍全世界的。夫人还透露，巴莱金正在对沈浩明的公司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期间不容有任何重大事务。许岩听后邀请夫人在考察期间常来严一方做客，享受一段轻松时光。夫人欣然应允，两人随后便继续沉浸在试衣的乐趣中。随着许岩与沈浩明一同将夫人送别之后，许岩对沈浩明今日的鼎力相助表示由衷的感谢。沈浩明则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知道许岩独立坚强，不愿轻易接受帮助，但是还是希望许岩不要拒绝自己的好意。说着，他展示了手机上的信息。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的报名，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赛事，若严一方能在其中脱颖而出，不仅能证明自身的实力，还能有效回应外界的质疑。沈浩明已悄然为严一方报名，这份默默的支持让许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意识到与沈浩明之间的联系似乎正悄然加深。回到严一方后，许岩立即着手规划，决定将团队分为2队，一队专注于第2批成衣的生产，另一队则由瑶瑶带领全力备战青蓝杯。瑶瑶决定采用纯手工面料，结合精湛的苏绣技艺，力求每一件作品都达到极致的精美，无论是实物展示还是照片拍摄，都要展现出严一方的最高水准。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准备，最终成品在众人面前惊艳亮相，其细腻的工艺与独特的设计赢得了阵阵赞叹，也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然而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打破了平静。许岩从财务这里得知，公司账目再次出现异常，且此次情况复杂，负责的董总监已离职，使得问题调查陷入僵局。更棘手的是，董总监目前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这无疑给本就紧张的局势又添了一层阴霾。上回和董总监一起工作对接的那个林先生，我看他业务能力挺强的，要不我们找他帮帮忙？我知道了，先忙吧。你知道财务总监一直都招不到，财务助理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所以他来问我能不能让林涛暂时来顶替一下。因为严一方近期遭遇了财务困境，合适的人选迟迟未能招到，这让许岩倍感压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邀请林涛加入严一方的财务团队。乔林对此表示无异议，他认为当前应以解决公司难题为重，至于于一鸣那边，他会妥善解释。林涛的加入如同为严一方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血液，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对缺失款项的部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很快他便发现此次涉及款项的公司与之前收据上的一家公司同名，这一发现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进一步比对收据信息，林涛迅速锁定了问题所在，并成功解决了款项缺失的难题。正当林涛准备功成身退离开严一方时，许岩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得知林涛目前尚无稳定工作，且因来荆州寻找乔林而失去了老家的银行职位。许岩看中了林涛的财务才能，认为他正是严一方目前急需的财务总监人选。他诚恳地邀请林涛正式加入严一方，为公司的财务管理保驾护航。林涛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深知加入严一方不仅意味着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更能让远在老家的父母安心。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许岩的邀请。来，欢迎你加入。欢迎加入。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守好财务这块阵地，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然而严一方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财务问题刚得到解决，青蓝杯退赛的消息便如晴天霹雳般传来。众人震惊之余，立刻前往青蓝杯举办方处，试图弄清事情原委并寻求解决方案。但举办方态度坚决，表示严一方目前饱受非议，让这样一支队伍参加比赛，无疑会损害比赛的声誉和质量。面对这样的结果，瑶瑶等人虽费劲解释，却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时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再为难我也没有意义。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与此同时，沈浩明也接到了退赛的通知。为了帮助许岩挽回舆论劣势，他毅然决定接受孙思维的采访。在采访中，沈浩明详细阐述了严一方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许岩一直以来的低调与努力。他指出，有人趁机利用劣质商品抹黑严一方，这种行为与建造房子时只追求低价而忽视品质无异。他强调，严一方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那些抹黑的行为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沈浩明还表示，自己从许岩身上学到了许多，尤其是他帮助偏远地区居民就业，让家长能回家陪伴孩子的善举，让他深感敬佩。我爱人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情感的事业，他是我的榜样，更是我的骄傲。许岩在屏幕前看着沈浩明的采访，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他意识到沈浩明是真的在关心他。第二天，许岩来到公司，发现昨晚沈浩明的发言已经为严一方挽回了不少名誉，粉丝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对严一方的质疑声逐渐减弱。许岩深知这是反击的好时机，他决定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严一方最近发生的一切，还原事实真相。冠冠再次担任主播，他穿着严一方的服装，自信满满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向观众展示了严一方的设计理念、制作工艺以及品质控制等各个环节，让观众对严一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严一方通过直播成功挽回了声誉，之前的青蓝杯主办方也恢复了严一方的比赛资格。这次事件不仅让许岩和严一方走出了困境，也让沈浩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巴莱金表示，他看中的不仅仅是沈浩明公司的实力，更是他对许岩的帮助和支持。沈浩明没有掩盖许岩的光芒，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这种品质让巴莱金深感敬佩，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与沈浩明合作的决心。其实让我下定决心和金大的牵手，正是因为看到你经营夫妻关系的智慧，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股拼搏向前的冲劲。严一方的危机刚刚画上句号，就在这时，于一鸣意外地在严一房门外与下班的林涛不期而遇。昔日因为乔林而生的情敌关系，在此刻却意外地迎来了转机。林涛神情坦然，主动打破了沉默。他告知于一鸣，自己已彻底放下对乔林的情感纠葛，此次加入严一方，纯粹是为了助力其度过财务难关，同时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稳定的职业归宿。于一鸣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释然与敬佩。他缓缓伸出手，与林涛紧紧相握，两个男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在这一刻化为了无形。希望你能为严一方出一份力。大家都是成年人，也希望你说话算话。恰在此时，乔林从严一方内走出，目睹了这一幕，他心中涌动着感激之情。对于一鸣和林涛能够化解矛盾，他深感欣慰。于一鸣见状，轻声对乔林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他能无忧无虑，不受任何负担的困扰。随着青蓝杯比赛的临近，严一方上下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终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严一方凭借着独特的设计理念和精湛的工艺，成功跻身总决赛之列。然而，就在众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许岩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凝视着即将呈现给观众的舞台布置和模特展示，心中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缺失感。尽管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份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共鸣的情感元素。面对即将到来的总决赛，许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环顾四周，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压力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其实眼下这种情况，他可以把压力吐露到有温度的社交平台，像搜就很温暖，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他的经历，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瞬间广场上有很多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他们的陪伴，许岩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搜。正当许岩陷入沉思之际，沈浩明的出现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
他总能洞察许妍的心思，一句简单的话语便说出了许妍心中的隐忧。许妍坦言自己对目前的准备工作十分满意，但总觉得缺少了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无法真正打动人心。他渴望在服装之外传递出更多的情感与温度。沈浩明虽对服装设计一窍不通，但他却以独特的视角为许妍提供了启示。他认为每一个创作者的初衷都是质朴而纯粹的，或许妍一方的舞台与模特展示未能充分传达出许妍想要表达的情绪。但这些东西是给予不了灵魂还有情感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这时许妍想起了瑶瑶曾提及的彝族服饰，那些承载着母爱与传承的衣物，每一件都蕴含着母亲对女儿的深情厚谊。她恍然大悟，原来彝族服饰的精髓在于那份无私的母爱与代代相传的温情。于是她果断决定更改方案，将母爱传承作为总决赛的主题。第二天，当许妍带着全新的设计理念走上舞台时，她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评委。母爱传承的主题不仅展现了服装的美感，更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严一房因此荣获了最具商业价值奖，口碑逆转，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尊重。晚上众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严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许妍在致辞中感谢了每一位团队成员的付出与努力，但特别想要感谢的一个人却让她陷入了短暂的犹豫。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感谢沈浩明时，她却出人意料地提到了蒋亮。原来从严一方初创到如今的名声大噪，蒋亮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与帮助，这份情谊让许妍铭记于心。然而之后蒋亮却准备为许妍介绍一位西班牙设计师，他还在一旁细心地指导许妍如何用西班牙语打招呼。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沈浩明心中醋意大发，他看着蒋亮与许妍亲密无间的样子，心中五味杂陈，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中翻腾。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开始在餐桌上磨起了餐刀。军师于一鸣见状，深知情况不妙，无奈之下只能示意乔林去阻止许妍与蒋亮之间过于亲密的互动。沈浩明见状，心趁机端起酒杯，想要与许妍碰杯，试图缓解内心的紧张与醋意。然而许妍的朋友却突然拦住了他，还提及上次在家中关于商场的旧事。沈浩明虽心中不悦，但为了维持表面风度，只能先应付着，承诺上次答应他们免费逛商场依旧作数。可就在这时，蒋亮又与乔林聊得热火朝天，两人眉飞色舞，甚至还要互加联系方式。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好，那真这个蒋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的巨大。这场景让同病相怜的沈浩明和于一鸣瞬间站在了同一战线。于一鸣赶忙上前拦住蒋亮，表明自己是乔林的男朋友，成功阻止了二人进一步的发展。沈浩明再次试图与许妍碰杯，可许妍又被朋友缠住，众人纷纷向他表示感谢。那杯象征着和解与亲密的酒始终未能如愿喝下。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碰杯的关键时刻，蒋亮突然提出要玩飞镖游戏，还声称中标的人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一提议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游戏上。蒋亮又提议第一镖让许妍先来，许妍考虑到沈浩明的心情，便邀请他一同参与。然而沈浩明看着情敌蒋亮，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冒了起来，他黑着脸冷冷地表示自己不想玩，可众人却一直劝说许妍赶紧开始游戏，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那我先走了。许妍似乎还在为之前沈浩明的某些行为而生气，他没有过多的回应。沈浩明见状，心中的委屈与愤怒交织，他猛地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妍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也将手中的酒一口喝干，最后回头看向沈浩明的眼神里分明藏着在乎。另一边，沈浩明和追出来的于一鸣在街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喝起了闷酒。夜色渐深，街边的灯光昏黄而温暖，却照不亮他们心中的阴霾。于一鸣看着沈浩明失落的模样，忍不住说道：许妍今晚没有他的陪伴，其实也很失望。沈浩明苦笑着说自己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却还是没能挽回许妍的心。他赌气地说自己以后绝对不会打电话给许妍，要是打了就不姓沈。然而还没过2秒，酒精就冲昏了沈浩明的头脑。妍妍不会死我的，她是爱我的，对不对，妍妍？妍妍，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我不要沈字，妍妍，接我电话。与此同时，许妍送走众人后，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喝酒。她强颜欢笑，试图掩盖内心的失落，可那微微泛红的眼眶和偶尔闪过的落寞神情，还是出卖了她的真实情绪。她嘴上说着自己很开心，可心里却空落落的，
许岩离开餐厅后坐车回家，在车上他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沈浩明在远处呼唤着他。当乔林准备送他回家时，许岩却突然说这不是他回家的路，随后让师傅掉头前往城东33号7栋。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许岩的脸上，他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和沈浩明睡在了一起，两人都脱光了衣服。原来昨晚于一鸣送醉酒的沈浩明回家后不久，乔林也扶着同样醉意朦胧的许岩来到了这里，两人脚步踉跄，眼神迷离，都固执地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一进门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走错地方。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家，我的家，我的。然而上一秒还在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二人，下一秒突然紧紧相拥，如同久别重逢的夫妻，亲密的难舍难分。你好美，老公，我觉得你超美。你终于回家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吗？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这时许岩不经意间发现家里原本挂着的婚纱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艺术照。沈浩明见状急忙走到许岩身边，转过身露出后背，得意地表示艺术照上的人就是自己。说着他伸手拿走艺术照，那幅结婚照便完整地展现在二人面前。这一瞬间二人之间的关系也隐隐有了恢复到从前的迹象。随后他们的目光又被鱼缸中的观赏鱼吸引，两人兴奋地讨论起来，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想要把小鱼煎着吃了。可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计划吃鱼的二人，下一秒就突然吻在了一起，热情而炽烈。乔林和于一鸣看到这突如其来又火辣的一幕，无奈地对视一眼，只好将二人送到房间中去，这才有了今天早上这令人意外又惊喜的场景。乔林和于一鸣向二人讲述完昨晚的闹剧后，便以约会为由匆匆离开了，留下许岩和沈浩明二人独自在家。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气氛，为了打破这份沉默，许岩率先开口说自己要去上班，随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昨天落下的包。就在许岩准备离开时，沈浩明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顺势将他壁咚在墙上，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渴望，想要吻上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原来是沈浩明的妈妈来了。无奈之下，二人只能暂时停下，强装镇定，脸上却都带着一丝未消的红晕。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以为妈妈已经离开的二人，又一次想要继续拥吻。好想走了。走了。我还没走哦。可就在这时，妈妈突然又折返回来，手里还提着早餐，二人瞬间愣住，场面尴尬到了极点。沈浩明灵机一动，赶忙解释说他们在锻炼。妈妈看着二人这模样，心中已然明白沈浩明成功追回了许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吃饭时，妈妈提起沈浩辰成功晋级马术比赛，想要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希望许岩能够帮助策划。许岩欣然同意后，便说自己要去公司拿文件，准备先离开。妈妈也趁机让沈浩明赶紧送许岩。终于许岩再次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G， 在回去的路上，两人都不说话。沈浩明觉得气氛很是尴尬，便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怎料刚打开，第一首歌竟然是婚礼进行曲，真是音乐都在助攻两人。奈何沈浩明就是不争气，由原来的好命歌转换成嘴硬歌，当着许岩的面就是不说自己的真心话。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许岩说起最近的研衣房终于步入正轨，终于回到以前正常的样子，自己也打算做更多的传统织染工艺的衣服。沈浩明也谈到自己与巴莱金的合作马上达成，接着邀请许岩和巴莱金夫妇共进晚餐。许岩很是爽快地答应了。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听完这些话的许岩想起昨晚的事情，说了句还要喝酒吗？此时的沈浩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本正经说酒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提升好感。刚说完他就反应过来，让许岩明天不要喝了。我可以喝。两人说着对方能够听懂的话。这时许岩突然看到沈浩明的车油箱空了，忍不住提醒他一句：要加油了。我一定会加油的。你车该加油了。回到公司后，许岩在大家口中得知，自从他们在服装大赛获得奖项后，之前找麻烦的工厂也都保证继续合作。这件事情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会被世界微笑对待。于是他让大家忙完这阵先回去休息休息，整装待发。然而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男人自称是古北镇经济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丰玉，此次前来就是想让研一方宣传一下他们那里的非遗技术草木染。没想到正与许岩接下来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立即达成了合作。隔天许岩将自己打扮一番，
然后戴上婚戒，哼着小曲去参加聚会。可他刚下车就接到了史蒂夫的电话。史蒂夫为了挑唆许妍和沈浩明的关系，将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察时间说了出来，甚至表示沈浩明之所以帮严一房，就是为了稳住许妍不离婚，达成与巴莱金的合作。许妍听完后想起索菲亚给自己说的话，心中开始动摇，再加上史蒂夫的挑唆，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唉，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8九不离10了，没准还1时4秒。说完了吗？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许妍虽然对此很是怀疑，但她还是换上一副笑脸走了进去。这一次她并没有坐在沈浩明身边，而沈浩明也发现了她的变化，可他并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等送走巴莱金夫妇后，许妍直接松开了手，一脸冷漠地说自己先回去了。沈浩明不知道她怎么了，赶忙将她拉住，因为两人刚开始就是互相欺骗、互相利用，再加上沈浩明确确实实伤到了许妍，这在他的心里已经生了刺，所以这一次许妍不想听他的解释。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讲究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哎。